今天请了专业的师傅来砍竹子，到山里面去看看他们。这个竹子的话，我们小院改造的时候粉刷外立面啊什么的，当架子可以搭建。然后有个大叔一根一根的再往下背，大叔动作还挺快的。前2天师傅们从山上辛苦砍下来的竹子，我们要派上用场了。外立面房子准备给它改造一下，现在开始要搭建这个架子，我们绍兴话叫搭跳，你们有听说过吗？今天师傅们来帮我翻修屋顶，之前老房子有点漏雨，现在我们要把旧的瓦片拿掉，然后重新铺上一层新的卷材，然后旧的瓦片重新梳理一下，把破的都拿掉，然后重新。把房子的南北2边墙体都给拆掉了，打算都是安装门。南边的话，采用的是一个仿古的木门，然后北边因为可能就是旧货市场淘来的老旧木材，用来吊顶以及小院周边的一个围墙的使用。这个吊顶的方法，师傅们说早些年前绍兴的老说法叫翠锅卧，你们有听说过吗？上面可以做储藏空间。今天换3根承重柱，之前老房子是水泥柱子，现在整体规划的话，我们做的是一个简约的中式风，所以要把它换成木头的。木头下面采用石墩子，3个石墩子也是到市场。今天进了大家伙，这个地方之前是老房子，实在是太旧了，没有办法弥补，所以要拆了重建。这一块到时候打算种蔬菜，所以土地平整一下。这块的话之后打算作为一个停车的使用。今天挖鱼池，请教了专业养锦鲤的老师，说是鱼池深度1.3米左右就可以。我们这边挖了一个5米乘10米左右的一个鱼池，期待效果。今天是制作鱼池的第3天，鱼池已经挖好了，但是用什么材料来做围挡，想的还是蛮久的。本来想用水泥浇筑的这个鱼池，后来想了一下，可能用木材更美观一点吧，所以后来就使用了一批老旧的木材来做这个围挡，可能会费工费时一点。今天给鱼池搭建一座小桥，桥板我们是用一根比较大的木头对半开的，中间还搁了8块木板，到时候做大门的门框使用。小桥的护栏我们也是用旧木头对半开装上去的。然后鱼池的底部我们采用的是竹片，据说竹片放在底部也不会浮起来。然后整个鱼池这样我们基本上差不多就制作完成了，到时候再加一下水循环，然后鱼池就可以处理了。今天垒一个土灶，我们绍兴话叫多灶，你们那边叫什么？记得小的时候土灶的用途很多，每到过年的时候
可以煮鸡鸭鱼肉、煮粽子等等，烧火的时候还暖乎乎的，还是比较向往小时候的感觉。所以这边我们也打了一座土灶，因为地方不够，所以我们这边只能打一座单眼灶。你们喜欢吗？今天开始做小院的围墙。之前老房子是用7块砖垒的墙，现在我们都给它改成了木头的，一根一根的排放过去。到时候2根木头的中间再加一块木板，这样基本上就是没有缝隙了。然后在围墙的上面用茅草。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今天制作围墙上的茅草顶。茅草是之前阿姨们从山上割来的野茅草，在制作的时候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都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整，试了很多种方式，是用人工编呢，还是用钉子钉，还是使用其他的方法，试了很多次，最终决定用2根木头夹在茅草的中间，然后给它固定住，整一片放上去，然后2边刚刚好。茅草顶做好以后，本来想给茅草顶的底部给它修剪整齐的，后来想了一下，可能不修剪这样更加自然一点，所以我们不打算修剪了，就让它这样成自然形状吧。一会儿大家看看整体的效果吧，看看还可以不？今天做小院的大门口的门头，本来之前已经固定好了的2个门框，
后来都说这个门太小了，所以要给它改得稍微大一点。这个门框的木板是之前鱼池上面做小桥的时候的那个桥板的同一块木头，因为这根木头很大，对板冲开的时候，我们取了中间一部分，冲了8块木板，刚好这里可以做门框。然后这个门斗也是师傅们自己做了，到时候门斗上面用茅草做一下一个装饰。门框上面的那根梁也是我们旧货市场去淘来的。今天制作壁炉，想想很简单，可是打了40多年土灶的师傅说壁炉不会打，见都没有见过，这真的是犯难了，只能我自己去网上找资料，然后跟他们大概的阐述，然后跟他们一起商讨怎么做，尺寸也只能我自己来定了。量了一下砖的长度、宽度以及厚度，然后看看大概打几块砖，壁炉大概尺寸在多少，然后大概给他们一个范围，然后大家一起商量着、琢磨着一起干这个事情，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期待一下吧。今天是制作壁炉的第2天，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在期待着这个壁炉，不知道会什么样。师傅们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干着了，因为后期壁炉的外墙就是清水墙，所以对师傅的手艺也蛮有考验的。这个轮胎是用来做拱门的，这样稍微会圆一点。是到一个经常修车的修理点去问他们要来的，东拼西凑的，稍微有点像样起来了。因为视频比较长，所以我分了3个片段。迫不及待地来砍柴火，想去试一下这个壁炉。怀揣着激动又忐忑的心，点燃了第1把火，不知道一会儿效果怎么样。刚刚开始点火的时候，烟有点往外冲，不知道是属于正常现象，还是这个壁炉打得有点问题。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但是点着火以后，整体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今天安装小院儿北边的移门，快要过年了，小院儿也差不多要停工了，明年再工作了。想着先把门都给它安好，先围起来再说，其他的就等明年再干吧。
今天安装小院儿的大门，最近刚好绍兴有拆迁，然后我们去收了一堂大门，可能是大户人家的门吧，大大小小的有6扇，但是6扇门对于我们小院儿来说太大了门，所以我们只用了4扇，还有2扇刚好村里面的庙里据说缺2扇门，我们打算把它捐出去。然后门我们重新给它处理了一下，漆了一下油漆。据说早几十年前绍兴的乌大门是比较有名的，所以我们也选择了黑色。大家看看效果怎么样？今天到寺庙里面去捐门和门槛，因为这个寺庙不是很大，也是刚刚翻修过的，之前的大门有2扇坏掉了，我们这边刚好有2扇多出来，就把它捐过去了，然后派了我们这边专业的木工师傅给他去安装好。虽然东西不是很好，略尽绵薄之力。今天来我们家老房子这边找找看有没有曾经奶奶辈用过的老物件儿，翻箱倒柜的还真的找到了几个曾经奶奶辈用过的盘子，洗干净以后看着还蛮漂亮的，到时候小院儿那边可以使用，大家觉得呢？今天又是祸害竹子的一天，因为小院还没有开工，还在预定材料中。今天我做几个灯罩，到时候小院的茶几上面可以使用。虽然做的不是特别完美，但是可能也是一种残缺的美吧。感觉小院里面放点自己制作的东西还是挺有意义的。
工啦，开个工真的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开年初就订门窗，订了1个月，好不容易到货了，工人师傅也比较忙碌，终于是开工了。今天我们就开始安装门窗了。门窗装好，基本上整体的硬装部分就差不多快要完工了。